无羡盘腿坐在祭坛上，全神贯注炼制符咒。蓝忘机搂着睡觉的蓝田，坐在他身边给他输送灵力。思追和锦仪听到风声，已经赶过来，守在两位长辈身边。他们过于专注，以至于没有察觉到狐王的悄然离去，3000女狐的悄然现身。女狐们排成整齐的队伍，鸦雀无声。她们美丽的脸上均是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，平静无波澜。她们无声站在那里，柔情无限，眼中似有泪光流下。他们所仰慕的黑衣男子正在想办法救他们的性命。要多看一眼他，再看一眼他，因为来生再也见不到他。不，九尾灵狐没有来生，上天已经赐予了他们超长的寿命，是其他种族的几倍甚至几百倍，怎么能奢求来世？魏公子，不用白费力气了。悄然离去的狐王又悄然现身，3000女狐站在他身后，庄严又肃穆。你知道这个异度空间是什么吗？是一个相对静止的空间，这里的1年相当于凡间的1天。我们在这里活了1000万年，可是凡间不过才2000年，跟9重天刚好相反呢。狐王又悄然现身，负着双手从狐狸队伍中缓步上前。这个空间保留的是我们濒临死亡前回光返照的一瞬间。你们能明白吗？其实我们早该死去，只是还有心愿没有达成。异度空间没有时光流逝，没有黑夜，百花长盛不败，这里是静止的。当年的狐公主在战乱中联合所有成年女狐，用强烈的意念制造了这个空间，把即将被敌人杀死的年幼女狐塞了进来，为的是保留狐族的血统。时空静止便是永恒。如今的3000女狐虽然活了几千万年，岁数听起来很吓人，实际上她们的本体都是2、3岁的年幼狐狸。狐狸用这种方式顽固地保留了他们活着的某一瞬间，只要这个空间还在，就代表狐族没有灭亡。而如今这个异度空间的灵力越来越弱，无法再维持下去了。他们要在这个空间消散前，把狐族的力量传给甜甜。蓝忘机豁然抬头，刹那间他产生了一个念头：延长异度空间的时空是否可以解救女狐的性命？魏无羡的耳朵微不可察地移动，似乎听见了，又似乎没有听见。点点红光从他手里升起，汇聚成一个大大的光球，往祭坛的正中央飞去。我有办法了！魏无羡睁开眼睛，从祭坛坐起，手里变法术似的多了一叠红色的符咒。他走向祭坛，喜悦的目光扫过3000女狐，最终落在狐王脸上。把这8张符咒分别放置在东南西北等8个方位，可以稳固灵力，延长时空的寿命。你们不必做无谓的牺牲了。此言一出，举座震惊，狐王的脸色更是复杂未明。延长时空寿命，女狐们面面相觑。对啊，魏无羡悠然道，你们不是靠这个空间活着吗？我需要你们继续活下去。因为他回首看了一眼睡着的小蓝田，明亮的大眼睛里闪过一丝溺爱的神色，回过头真诚道，甜甜今年只有4岁，暂时用不上狐族的力量，况且还有我和寒光君护着她，请你们继续活着，好好等着，等甜甜将来需要力量的一天，你们再把力量献给她，好不好？女狐们，不错。蓝忘机起身走过来，甜甜活着，你们就活着，
许久许久，胡王开口：“龙陵县使，祭坛已重启，必须现在。那就趁灵力最弱的时候把我们送出去，然后你把符咒贴在这8个方位，异度空间继续转动，你们继续活着。虽然你们已经活了很久，这一次就当是为甜甜活着。”魏无羡道：“迟早都有一死，不如晚点死。等甜甜真正需要的时候，你们再把力量给她也不迟。”异度空间里繁花盛开，山峦起伏，美不胜收，大约是千万年前夷陵乱葬岗的样子。如果不是凡间有牵挂，魏无羡真想继续留在这里。狐族的世界比人类的世界单纯得多，这里的每个人每只狐都只求付出，不求回报。2日后，祭坛启动，魏无羡的符咒被贴在异度空间的8个方位，延长了空间的寿命。狐王送他们离开。魏公子，狐王恋恋不舍看着他，此一别，再无相见之日。他记得魏无羡曾经为他赎身，抱着狐狸本体的他走了一路。他还记得更早之前的事，那时候的魏无羡带着一群老弱妇孺在乱葬岗开垦荒地。他闲的时候会上山打山鸡、打野兔，他就是那个时候认识他的。夷陵乱葬岗本来就是9尾灵狐的窝。魏无羡的猎物中有一只小狐，狐狸眼泪汪汪看着他。魏无羡受不得这样的目光，一时心软，放走了他。从此以后，他再也没有忘记魏无羡。但是魏无羡从来不记得他，因为他只是一只狐狸呀。不夜天之战，他悄悄尾随魏无羡，化成女鬼的样子，协助他杀敌。然而魏无羡根本不知道他的存在，只把他当成是自己招来的女鬼。夷陵老祖手里有鬼兵鬼将无数，哪里会记得他呢？他每从异度空间里逃出去一次，就会使这个空间的灵气减弱1分。蓝忘机问灵13载，他亦守护了魏无羡上千年。人间一日，狐族1年。蓝忘机招不到魏无羡的魂魄，因为他把魏无羡的魂魄收起来了。魂魄既不在人间，也不在鬼间，蓝忘机当然问灵无效了。后来聂怀桑用献舍术法让他重生，狐王便把魂魄完整还了回去。这些事情怎么跟魏公子说呢？他就在眼前，言笑晏晏，眼波流转，多么俊美。只因为多看了你一眼，就再也没有忘记你的容颜。蓝湛，甜甜的结算是解了呢，还是没解？大风飞扬，吹起魏无羡的长发。蓝忘机眯起眼睛，目视前方。你觉得呢？应该是解了，他以后不会再有性命之忧。龙鳞留给了狐族，狐族会拼死保护他的。不过这到底是个生死劫呢，还是情劫？狐王那缱绻又悲伤的目光一直在魏无羡的心头挥之不去。